贝聿铭是久负盛名的美籍华裔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去年在香港的 M+ 博物馆举办了纪念贝聿铭的职业生涯回顾展，叫做《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全面展示了贝聿铭的人生经历和重要作品的创作历程。今年4月开始，这个展览巡回到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我在3刷了这个展览之后，现在通过一期视频来谈一谈观展的心得。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曾经是上海的南市发电厂，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进行了改造更新，成为展馆，后来发展成了博物馆。城市更新是当代城市建设的显学，有很多城市甚至不论3721，只要是一个旧厂房，就一律去进行改造。项目完成后呢，项目方大吹特吹，希望吸引人拍照打卡，或者希望能够招到一些高质量的企业入驻办公。但是绝大多数这样的项目，效果不尽如人意。除了作为文保单位的工业遗址之外，旧厂房如果一定要做改造更新，它必须围绕3个重要的目标。第一是文化目标，要保留城市的记忆要构建城市认同。第二是景观目标，要利用工业建筑特有的形态来丰富城市的景观风貌。第三是经济目标，要以工业建筑作为载体，为城市提供创业、办公、社交、娱乐，还有商业等等多元的这样的使用空间。上述的目标都应当具有特定的前提，比如这个地点要处于城市的重要位置，它要有很好的交通通达性，便于人们去使用和到达。或者说这个项目周边的社区，它原本就缺乏比较多元的适合作为办公或者商业用地，这样就可以用这个项目作为商业办公用地的一个补充。如果一个既没有太大的文物保护价值，同时也不在城市核心区域的旧工厂，周边也没有足够密度的居民社区，盲目的对它进行更新改造，显然是达不到预定目标的，只能是资产的浪费，还不如拆除或者就闲置就好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所在的旧南市发电厂，它是符合上述能够改造的前提的，因而这是一个优秀的工业遗产更新改造项目。展览的第一部分主要展示了贝聿铭求学时期的经历，他的一些课程作业、研究项目或者设计构想。在他接受大学教育的时期，正值第2次世界大战，他虽然身在美国求学，也心系着中国战场的局势，并且在那样一个战争的状态下，他依然在思考中国未来要如何进行现代化的问题。比如展示的这个模型是他设计的中国西部的战争与和平宣传站，这样一个宣传站由天线、喇叭还有容纳人的顶棚来组成。在贝聿铭的心中，这个宣传站的本质，它是一种公共建筑。公共性正是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探索的课题。在那样一个去古不远，同时又在战争肆虐下支离破碎的中国，贝聿铭实际上他早就想好了如何用建筑来推进这样一个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这算是他日后那些成功项目所埋下的伏笔。我还想起来，我第一次去看展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儿童观展团。观展团的讲解老师在谈到贝聿铭全家移民美国的时候，特意跟小学生们强调，贝聿铭在美国学习是因为他的祖国很弱，他出国不是崇洋媚外，而是要学知识回来报效祖国。按照这个老师对小朋友灌输的话术，似乎出国就是犯了什么不得了的大罪一样。其实呢，人移民到哪里都是个人的选择。如果在2025年的今天，我们还要特意强调移民出国的人不是坏人，我想贝聿铭100多年的人生所致力于思考的现代化课题，或者说用优秀的项目推动相对落后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努力，也许只是一场空，也许并不值得吧。言归正传在展览的第2部分呢，展示了贝聿铭所设计的一些住宅项目和城市规划设想。
一般而言啊，城市社区规划以及住宅或者商业楼的项目，并不如大型公共建筑那么引人注目。但每一个项目都能体现出贝聿铭以建筑推动城市发展、提高人生活水平以及强化社区凝聚力的尝试。贝聿铭设计的纽约 Keeps Bay Towers， 它的出发点是作为一个低成本的社会住宅。如果在当代中国，一提到低成本社会住宅，我们可能就会想到地点很偏僻、外立面很丑陋、建筑质量很差等等。但 Keeps Bay Towers 完全没有这样的印象，甚至被认为是高品质住宅。贝聿铭让建筑的占地面积尽量减小，他向高空要空间，将让出来的占地呢就作为花园。反观当今中国的建筑开发商，他们为了多赚钱，同时向地面和高空要空间。住宅建筑不仅高而且密，这样的居住品质怎么可能高呢？香港中国银行大厦也是他设计的众多优秀项目之一，我们会在后面第5个单元来细说。正是由于在商业和住宅项目中的良好表现，让贝聿铭赢得了政治界和文化界人物的青睐。贝聿铭拿到了重要的公共文化建筑项目，由此也来到了展览的第3单元。这一单元从贝聿铭青年时期就设想过的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开始。这个项目没有建成，但它是贝聿铭思考建筑承载公共文化功能的开端，并且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未来设计的基本思路，那就是充分利用空间，同时又要营造出空旷开阔感。这恰恰是公共文化建筑的公共性最重要的体现。因为公共地块有各种各样的限制1寸土地都不能浪费。公共建筑最大的功能就是容纳足够多的人，因此要充分营造出容纳人的空间，不论它是广场、大厅还是庭院。在一众著名的建筑师中，贝聿铭脱颖而出，被选中成为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的设计者。这里有久负盛名的密斯·凡德罗、丹夏健三、路易康、菲利普·约翰逊、SOM 等等。在这样一众的名字当中，贝聿铭其实很不起眼，但因为 Keeps Bay Towers 等一众项目所体现出来的他对空间的掌控能力，让甲方看中了贝聿铭。这一单元中值得大书特书的项目包括卢浮宫、国家美术馆东馆、香山饭店、苏州博物馆、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等等。卢浮宫会在第4单元细说，苏州博物馆则放在第6单元细说。这里呢，要大书特书的是国家美术馆和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在展厅中这2个项目都有模型，可以让我们感受建筑的形态之美。国家美术馆呢，是贝聿铭充分利用地块空间的一次绝妙尝试。他用2个三角形交错排列，解决了梯形地块的布局问题。因为石材的特性越薄的部分就越脆弱，越容易破损。为了让三角形建筑的尖角它的石材更加的坚固美观，贝聿铭让建筑的尖角使用整块大理石来制作，而非使用2块大理石来2面拼接。有意思的是，整个建筑的每一个部位看起来色调和质感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它们并非是都用大理石制作的。内部的天花板使用了贝聿铭精心调制的一种混凝土，它的颜色和大理石非常的接近，让人误以为整个建筑都是以大理石作为材料，给人的感觉似乎整个建筑是在一整块大理石上雕刻而成的。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是贝聿铭大胆改变甲方原本对区域规划设想的一次尝试。原本呢，这座建筑在主干道的道旁，贝聿铭认为不利于建筑的展示面，因此他提出要建造一个深入海中的人工岛，利用海洋的广袤作为承载建筑的空间语言，营造出神圣的氛围。为了设计出最符合伊斯兰教历史的造型，贝聿铭多处查访各种著名的清真寺建筑，他画成了手稿。这份手稿也在第6单元的展柜中陈列出来了。建成后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它既是博物馆，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大清真寺。因为伊斯兰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清真寺它只是祭拜空间，并非是真主的圣殿，因此它可以成为当地信众的祭拜之所。这是贝聿铭对不同宗教和文化的最诚挚的尊重。
这个就与当代建筑师他们随意找一些所谓的传统造型元素堆砌出一个建筑，这是完全不同的。下面是第4单元它来了，它终于来了，那就是卢浮宫。这一单元呢，主要是通过卢浮宫这个项目展示贝聿铭如何处理与甲方的关系，以及一个好的甲方对项目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有的时候甚至超过了建筑师的作用。曾经的卢浮宫呢，它的布局非常混乱，这毕竟是一个皇宫而不是作为博物馆而设计建造的。在如今卢浮宫3面合围的建筑当中，北边一路的建筑一直是法国财政部所在地，并非作为博物馆用。应贝聿铭的要求，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出面协调，将法国财政部搬走。当贝聿铭提出了玻璃金字塔的计划之后呢，引发了全法国对他的冷嘲热讽。这里有几张当时的报纸上面的内容表达了法国人在不理解贝聿铭想法的情况下是如何嘲讽他的。这个海报是一个召集令 Ceci est une photographie, ce n'est pas un trucage. C'est ce que vous verrez demain si le projet du Grand Louvre est réalisé. Si vous ne voulez pas voir cela, rejoignez-nous. 意思是这是大卢浮宫计划的效果图。如果你不想要未来的卢浮宫是这个样子的，请加入我们，一起拯救卢浮宫吧。巴黎解放报的文章嘲讽大卢浮宫计划是 Le Trésor de Toutankhamon， 图坦卡蒙的宝藏。新观察家杂志的文章相对客观一些La bataille de la pyramide， 金字塔之争，报道了大卢浮宫计划的来龙去脉。这张漫画是最搞笑的，题目叫做 L'Hyper Louvre， 超级卢浮宫，把卢浮宫画成了一个商场。中间的标语是 Vous remercie de votre visite， 欢迎您到来。他在嘲讽现代主义建筑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对传统文化的侵蚀和异化。在巨大的争议之下，贝聿铭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甲方，也就是法国政府。这既包括了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也包括了时任巴黎市长希拉克。尽管他们俩是政敌但他们都为卢浮宫计划的落地做出了贡献。密特朗当然是贝聿铭最坚强的后盾，而希拉克同样赞赏贝聿铭的方案，并且提供机会让贝聿铭在几万名巴黎市民的注视下，现场演示了未来的玻璃金字塔做好之后的效果，让巴黎市民现场来评判一下，玻璃金字塔究竟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还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说金字塔透明、轻盈、可逆，这样的装置确实最大限度地兼顾了现代建筑的功能性，以及它与古代建筑的协调性。当然，金字塔并不是大卢浮宫计划的唯一成果，贝聿铭对整个卢浮宫的参观动线都进行了重新设计。如今的卢浮宫呢，已经不再是皇宫，而是彻底变成了一个合格的并且优秀的博物馆了。第5单元是贝聿铭对建筑材料的探索。其实在 Keep Space Towers 项目的时候，贝聿铭为了验证混凝土结构的承重能力，他单独用混凝土浇筑了一个小样。如今能这样做的建筑师可以说几乎没有，都是用 CAD 画个图，然后让结构工程师算去吧。还有刚才提到过的混凝土不仅是国家美术馆东馆，还有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这个项目位于一片荒漠之内，使用的是贝聿铭专门调制的混凝土，它让建筑的颜色与荒漠的沙砾颜色接近。贝聿铭很擅长使用玻璃和钢材，香港中国银行大厦是玻璃钢材建筑的优秀代表。贝聿铭设计的交叉结构充分保留了结构余量，即使拿掉几条边也是一样稳固的。果然，为了尊重香港当地的风水观念，不让大厦表面看起来像是画了很多叉叉，结构进行了调整，看起来更加的简洁了。贝聿铭为这栋建筑倾注心血，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他的父亲贝祖仪就是中国银行的创始人之一。为了致敬自己的家族渊源，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平行四边形地块且地面有高差的土地利用问题，他巧妙地利用这个地块多出来的2个三角形还有高度差，做了一些园林景观。中银大厦的园林景观不是简单的照搬他老家的苏州园林，而是使用了广东产的石头，做的是一个岭南园林。对苏州园林最诚挚的致敬则体现在苏州博物馆项目中。
由此我们也来到了最后一个单元，第6单元，以设计重饰历史。在贝聿铭设计的所有公共文化建筑当中，苏州博物馆应该是最大殊特殊的，因为这是他献给自己故乡的礼物。同时，它不仅是一个博物馆更是苏州这座城市如何把传统文化保护和现代城市相结合所提出的贝氏方案。这个方案已经是如今苏州古城建设的奠基石。有贝聿铭珠玉在前，之后的项目只要照着同样的方向前进就可以了。展厅里播放着苏州博物馆建设历程的一个纪录片，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苏州博物馆所在地在建设之前需要被拆迁的那些老住户，他们对世代居住的街区依依不舍。其实我小的时候也在与纪录片中一模一样的这样的巷子里生活过多年，我非常深知老居民对家的眷恋。同时也非常清楚，这样的老宅老街区，它缺乏现代生活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生活条件非常的恶劣。对老宅老街区进行适当的改造还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要建设像苏州博物馆这样的项目，也完全可以承受老城区拆迁的代价，只不过这种代价必须在新项目更加能够保护古城风貌的前提下才值得。那么显然，苏州博物馆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值得的项目。与其说是一座博物馆，不如说它是一座当代园林。它是吸收了苏州园林的精神内核，并且移植在当代建筑之中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州博物馆是贝聿铭以建筑设计重饰历史的最好体现。当然，这个展览还有很多其他的部分，我在这里就不再细说了。大家感兴趣，还是要自己去看，自己去感悟。看完了这个展览，我可以说是感慨良多。其中最让我留恋驻足的，还不是那些模型图纸展品而是在墙上的一些贝聿铭的名言，比如I don't think I shall feel strange in a strange land， 或者Innovation technology provides us with new tools。It is what we do with them that matters。 在当今房地产行业已经触底，似乎建筑专业成为了天坑，但是贝聿铭才更加的应该被人们所关注。因为曾经看似表面繁荣的城市化大跃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反映人的需求。人们需要关注的是能够尊重个体，能够回应时代的建筑。建筑从来不是理想主义，从这个学科这个行业诞生起它就是一门生意，是资本和利益。但正因为如此，更需要建筑师能更深入地思考建筑的意义，更深入地关注个体的需求，更善于平衡和退让。这也许就是贝氏的人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